月份，他在贵阳偶然目击了一次不明飞行物后，自己便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梦境之中，欲罢而不能。你都梦到了什么呢？就是很奇怪的一些东西。那场景我自己也没见过。后来那些符号就会在空中飘。就那些东西。潘晓松说，在梦中他总是在白茫茫一片的世界中，而此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许多奇怪的符号，不停地变换着形状。为了说明情况，潘晓松还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画下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一些特殊的曲线，有的形同人体，像文字，却无从知晓它们的含义。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潘晓松的梦里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当事人潘晓松上场，有请。你好，潘晓松，来，请坐。谢谢。好的，我想问一下啊，你所说的那些奇怪的符号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从今年5月开始嘛，经常在我梦中出现的一些东西，可以说就是一些符号吧。然后有大也有小，然后有的像文字，有的像图案。然后就是不光在梦中出现嘛，白天也会有。然后我就按照他那个样子就把它给临摹下来，就描下来那些东西。你明白那些符号是什么意义吗？代表着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也查过资料，就是看是不是以前我无意识的看看，在哪见过那些东西。但是后来通过这个查找，我发现，不是我所接触过的一些文字，也不是什么所说的那些象形文字，就连那些图案我都没有见过。那除了这些，你觉得自己还有没有其他的异样的地方？就是白天精神比较恍惚，然后就是让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在想他们呢，还是他们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上课精神老不集中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对我的那个学习生活影响都非常大。那你从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现象的呢？起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然后就很蹊跷，就无缘无故就出现这种东西。但是后来我想想，可能是那一次，在有一次我目击过 UFO 之后嘛，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想想，除了和这个联系起来以外，我觉得再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你当时目击到 UFO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有事要回贵州老家一趟，然后因为要在贵阳转车，所以在那儿逗留了一个晚上。然后就是大约9点过钟的样子吧，然后我在那个黔宁西路的一个巷子里边，就忽然看到那个天空就有一个不明的发光体，然后它就是像那个碗或者是那个帽子一样的东西这样倒扣着，然后它们中间那个分界线呢就看得比较清楚。然后一个是顺时针旋转的，一个是逆时针旋转的，然后还发生了黄色的光。因为当时那个天上也没有月亮，然后那个巷子里的灯也不是很多，就不是很亮嘛，然后我就觉得看得比较清楚。后来呢？后来你看到那2样东西，就是持续了多长时间之后他们？这个很快，我就大概能看清什么样子以后，就大约几秒钟，它就以很快的那种速度，就不可思议的就飞走了，消失了。通过网络，记者发现，在今年的上半年，贵阳地区确实有许多人声称看到过不明飞行物。而依据媒体的报道，在潘晓松与不明飞行物遭遇的5月23日，贵阳市不仅有众多目击者，甚至还有人拍下了照片和视频，而拍摄的时间和地点都与潘晓松的描述相吻合。你所说的看到的那个不明飞行物，是不是就跟短片上所记录的这个非常相似呢？对，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同一个东西。那其实，在画面中看这样的物体的话，就是以我们来看，觉得它很有可能就比如说是一个气球，一个夜里会发光的风筝，甚至可能是月亮在有云层或者什么的遮盖下发生的这个光芒。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能想到的我也都想到过了。你说如果说是气球或者是这个风筝的话，它不可能说是会分成2个可以旋转或者这种相对称的东西这样扣着是吧？它不可能这样旋转，也不可能发光。然后你要说是月亮的话呢，当时是5月23号，我查过日历，也就是阴历的月末，不可能是满月，又说月亮不可能是圆的。所以我想，这除了说是 UFO 之外，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在这之前，就在你这个亲身遭遇之前，你有没有关注过关于 UFO？说实在的，我以前没有关注过 UFO，然后如果就算是平时听到，也就当个新闻啊，什么玩笑话这些听听就过了。
然后从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开始比较关注 UFO 了，然后就越研究越发现，我就觉得 UFO 是真的。那你现在自己觉得你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啊，你遭遇到这些，是不是和你就是目击过 UFO 有关呢？肯定有关。因为我想这些东西除了这个 UFO 之外，没什么东西可能解释它了。因为在没有目击它之前，我没有发生这种状况，然后目击后没过几天就发生了这种状况。我想只有跟这个联系起来，才能解释这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就是那些奇怪的梦境，包括在你的梦境里出现的那些字符啊、符号啊，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我也试图想过，但是不清楚。但是我坚信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它肯定包含着它自身的某种含义，而且它也试图告诉我一些什么信息。我想，如果我能了解出它的含义是什么的话，我想我就能够解答我心中的困惑。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没办法解释自己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也许去找找看？我有找过，我就在网上也搜过一些资料。然后本来我以为我这是个个例嘛，就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儿。但后来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出现过这种目击的，有过这种目击的经历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很多人的这种经历都是一带而过的。描述的也很模糊，也不详细。然后我也没办法由此来确定他们是否有产生和我这种相同或者说类似的这种遭遇。但是其中我发现一个叫孟兆国的人，他的这个事件描述的，就他所经历的东西啊，就非常的格外的详细。所以我想，如果我能找到他的话，也许他能帮助我解答。潘晓松所说的孟兆国是东北凤凰山人。根据网上的文章，他曾声称自己遭遇了飞碟，并在随后来到了飞碟之中。还有一些文章甚至说他曾与外星人有过性行为。可这些描述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但潘晓松却认为，这些文章不会空穴来风，只要孟兆国确实与外星人有过接触，就一定能帮助他解开心中的谜团。可潘晓松的朋友叶凡成却并不认可他得出的这个结论，而对于潘晓松本人的状态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自从他去年5月份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他对现在的状况很不好。那您对这个 UFO 理论是一个什么态度？UFO 这个东西吧，都是以虚无缥缈的，所以我对这个持否定的态度。我觉得这个 UFO 是不存在的。好，今天潘晓松的好友叶凡成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上场，有请。好，你好，小叶，来，请坐。小叶，我们知道你是潘晓松的同学啊，也是好朋友。对于他现在的这个现状，你是怎么看的？其实我现在蛮担心他的，因为 UFO 这个东西嘛，它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那现在他还这么执着的去搜寻，去找寻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他本来他做梦就是因为他疲劳所引起的，那么他花费这么大的精力，然后去花在这个 UFO 身上，那么这本身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凡成，我想说，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也很感激你，但是你毕竟不是我，你无法体会我现在这种状态。不是说我想去纠缠 UFO 这个东西不放，而是他老在纠缠我。我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也是想尽早摆脱这种状态而已。那小叶，你对于就是潘晓松他自己所描述的这种，他遭遇到的事情，你相不相信呢？我觉得我不太相信，因为俗话说的是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因为他太去这个关注这个事情了，那么经常去研究这个事情，所以说才会造成他经常会梦到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是因为他遭遇了这个 UFO。潘晓松在就是遭遇了这个事情之后，其实他自己也查阅了一些资料。他说他原来对 UFO 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那现在他相信是有这么回事的。那我不知道小叶，你对于 UFO 有没有了解？之前有没有关注过？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还对这些事情蛮感兴趣的。那我小时候经常也会去关注一些像航空知识啊、那个飞碟探索之类的这一类的杂志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 UFO 事情我还是比较相信、比较迷恋的，然后还经常去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后来渐渐的吧，我又发现这个很多的这里面描述了很多一些事情嘛，都是虚假的。有一些可以说就是一些用来骗人的，还有一些甚至一些就是恶作剧。
所以说我觉得小叔你应该这个吸取教训，觉得这个 UFO 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假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是这个学说 UFO 这个学说它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你这个看法太武断、太片面了。虽然我承认这个事件有可能是骗局，但是你也不能由这个事件就否认掉它类似的事件有它真实性的存在吧。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事情观点就是你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全盘否定它。我不太相信这个 UFO 这个存在。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存在 UFO 的话，那我们肯定能够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嘛，而不仅仅就只看见了一些它在一些深山一些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有这么一点这个很短暂的这么一个片段。那么我们也没有一个官方能够出来证实说我们确实跟这个外星取得这样一个联系。但是我是相信 UFO 是存在的，因为现在很多现象你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科学理论你根本无法解释。小松在网上搜索的时候也搜索到一个人叫孟兆国，那么他可能是这个目击者甚至是接触者当中一个特例。那么对于孟兆国的经历你怎么看呢？孟兆国这个事情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他的一些报道，我觉得他这个报道不太可信，因为他在这个报道他这个事件当中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说。那么这个我们就是从证明的一个角度说，这是一个孤证，那是得不到证实的。那既然得不到一个证实，这就说明他主观意愿的，就说明他自己的主观意愿说明占了很大的成分，这个是很不可信的。但是我是相信孟兆国的话，为什么？因为你想想，那个10几年前，他不可能谈不上炒作是吧？以当时那个通讯的设备也如此的不发达，他也不可能编造出如此语说圆满的谎言。就算他有能力编造出来，但是旁边的人会把他当做一个异类啊，他犯不着这样做只会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你相信孟兆国这个事件是真实的，对，存在的。对。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我就想去找他。因为如果他这个事件是真实的话，我想我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然后可以解决我的现在这种状况。在潘晓松的坚持下，我们踏上了寻访之路。可孟兆国是否真的目击过 UFO， 并与外星人有过密切接触呢？在孟兆国的家乡，乡亲们给出的回答却出乎记者的意料。你好，我们就是想找一下叫孟兆国的人。这个人你听说过吗？听说过。我们了解到，就是好多年前他曾经目击过那个不明飞行物，这事儿是真的吗？不光看着过，他还跟他接触过。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那孟兆国，您听说过吗？这个人听说过是吧？就是好多人都说他目击过那个不明飞行物，是真的吗？是真的。听说那个孟兆国跟那个不明飞行物他上过那不明飞行物有过直接接触，外星人了把他接到不明飞行物上飞了一圈又给送回来了。乡亲们的回答让潘晓松非常高兴，他认定了孟兆国当年的经历是真实的存在，而困扰着他的那些符号的含义也将会因为孟兆国的出现而水落石出。通过寻访，记者了解到孟兆国就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里工作，记者很快就找到了他。你好，是孟老师是吧？我是那个江苏电视台的，那个找您打听件事儿。孟兆国与外星人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事件？他又能否破解出这些符号的含义之谜呢？李喜遭遇 UFO， 梦中惊现神秘幻象，就像在我梦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吧。踏上万里征程，只为探寻事实真相。数字连根一拔起来，就出现了个火球。这些东西嘛，对我来讲，真的太无聊也无知。神秘语族又能否揭开符号的秘密？那么的墨特是提取了你们语音的笔墨波段。皮尔森他所交朋友，那他那超级开赛也是。人间世界下周1播出。我们还是想再问一下，就是网上的那些说法，这些东西嘛，对我来讲，真的太无聊也无知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也不想接受你的这种采访，明白了吧？出人意料的是，
面对潘晓松和记者的提问，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所有关于他的传闻，并且消失在了记者的视线之中。可让记者疑惑的是，那些乡亲们明明印证了他的经历，他为什么会矢口否认呢？又为什么要拒绝我们的采访呢？可如果孟兆国从未有过与外星人的接触，那些关于他的传闻又是因何而起的呢？好，我们看最初是没有找到孟兆国，但是我们找到他住的地方，听到那些他周围的那些乡亲说的那些话以后，你们当时是个什么感受？我当时听到乡亲们的话，我就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激动。为什么？因为那个乡亲们都比较朴实嘛，我想肯定不会撒谎的。他们能把孟兆国的事情都说出来，而且都相信的话，我想这肯定是真的。而且我想很快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就像小松说的一样，乡亲们确实是都很朴实的，不可能他们集体都说谎，但是有可能就是孟兆国对他们说了谎呀。那乡亲们也这个信以为真，就是认为他说的是正确的。那这个谎言经过你传我传你，这个当谎言被传了1000遍以后，那么这个谎言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了。你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以讹传讹？对，乡亲们是不明真相，因为他们也没有看到过，他们都是听到孟兆国这样说了以后，他们才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真的。你觉得是以讹传讹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些村民们都一致众口一词的说了这个事情，但是到了孟兆国那里，他却是完全否认掉。我觉得这不太符合常理，我觉得他肯定有所隐瞒。那当时他全盘否定的时候，你感到意外吗？因为本来乡亲都说是的，是有这么回事，但他本人却是否定的。对，相当意外，因为听到乡亲们那么说，我就是满怀期望而过去的。但见到他本人之后，他反而和乡亲们说的是反的。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相信谁，我也很困惑。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嘛，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谎言说的太大了，他现在难圆其说，所以他才回避了，他不敢再一次出来就是面对说这个事情。我不觉得他是撒谎，我就觉得他他只是有所隐瞒，他也许出于他自己不得已的苦衷或者什么隐情，他不想告诉我们而已，所以他才否定掉。那如果是他真的是他在隐瞒，他这个事情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当时这么刻意的来回避你呢？他完全可以把他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感受，他的经历，然后告诉你，然后解答你的疑惑呀。那他回避我，他为什么不回避那么多乡亲呢？这么多人都承认了，而且他编谎的话，他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他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他干嘛去编呢？那现在就是你是找到他了，但是他已经就是闭口不谈这个事情了。对，他就极其不愿谈。啊，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接下来我就想更换一下目标，因为在网上查那个资料的时候，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们贵州，就是那个空中怪车。当时那个现场破坏也比较大，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UFO 造成的。但是这其中有个更为理解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当年那些目击者在过后都遭遇到了一些不幸，要么就是横遭不测，要么就是这个身患重病。我就想弄清楚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会不会我也会这个样子。在1994年底的一个晚上，2个色彩绚丽的火球伴随着火车般的巨响，快速飞过都拉营地区。地面上则是狂风大作的飞沙走石。第二天，人们惊恐地发现，整个都拉营地区都遭受了神秘力量巨大的破坏，而这次事件则被称作空中怪车事件。马路这一次当时是10多个塑料大棚，是一个苗圃。那么第二天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塑料大棚是完好无损。马路的这一侧是茂密的森林，茂密森林，一夜之间，茂密的森林只剩下白花花的树桩。这一片森林大概被毁了一共有400多亩。塑料大棚完好无损，茂密的森林倒了。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就给都西林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呢？而林场周围的塑料大棚又为什么会完好无损呢？2个火球，一个发怒的，一个发怒的。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呢？比如火车的煤燃机声音很大。而在残存的现场，记者吃惊地看到，在荒芜的草丛中，许多直径在40公分左右的大树都被拦腰折断。记者发现，即使是在10几年后的今天，那些巨大的树桩仍然难以撼动。而在整个林场地区，总共有4片区域遭受到了破坏，
每处现场都有上百亩的破坏面积，数万棵高大的马尾松被拦腰折断。那么，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会是自然现象吗？当时这个就是10多度，那么当我们发现是树枝到了这个腐蚀层也是完好无损的。除了腐殖层未受破坏之外，在毁林现场的地面上还留下了许多烧焦的痕迹。那么这些痕迹会是 UFO 着陆的痕迹吗？而在都拉营车辆厂，记者则了解到了更为离奇的现象。地方可以看到一个那边嘛，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很大一个，就是像太阳，这个太阳似的，红彤彤的嘛，懂不懂？整个就是它像这个太阳像燃烧那种形状似的。哦，我一看我太阳它黑色好大，就和大球似的，特别大。我怎么个知道？脚好，我一站我拉到身上，我一看见，就把我人呢，就我人不站的，好往我里面推，就往就是那个这情况就把我往这个太阳里面推了嘛。所以我说我怎么回事？我说一发，我说这个发我就当时一发哦，结果大概有起码一个2-3秒钟的时候，哦就停就没动了，没动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纸房子就开始晃动啊，我就要地震了，我就去关窗子，就像外面有人和我对拉一样的，有人我说有人拉到窗子看没人啊，我说窗子关了，也就几秒钟，窗子就没人拉了嘛，没行李啊，这树子我就看这树子就到连根就拔起来，树是吧？一棵树，一棵大树有多粗呢？反正起码要一个人抱不完的，那树子又连根也拔起来，就出现了个火球。火球是吧？有多大？红的是吧？就像个篮球一样的，也是几秒钟就过去。第二天，车辆厂的职工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厂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一节重达近70吨的车皮，竟然在刹车锁死的状况下被推行了20余米。那么，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推动了这节沉重的车皮呢？难道就是人们看到的那个红色光球的所为吗？而车辆厂里由无缝钢管搭建起来的地磅房也被整体摧毁，那些直径10公分的钢管或被扭曲，或被折断。可匪夷所思的是，10米瓦顶棚却完好无损，而那些钢管的断口光洁平整，仿佛是被气格枪割断了一般。那么，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将自己的能量集中在了那个点上呢？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智慧生命到访的证明？而在车辆厂的仓库附近，人们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发现了5个规则的凹陷，人们形象地将这些痕迹称之为龙爪印。那么，这些龙爪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们会是 UFO 着陆的证据吗？对于这些现象啊，你们各自是怎么看待的呢？我还是认为是 UFO 造成的，因为你想，成千上万棵树都在1.5米左右高的那高度给拦腰截断了，我想一般的这个人力啊、自然力都不可能造成这种状况。面积非常的大。对，这个事情以后专家有一个定论，就说这是夏季暴流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下沉的一个气流所造成的，而不是什么 UFO 事件。不可能是夏季暴流。如果是夏季暴流的话，为什么那些就是当时通过那些当时拍那些照片嘛，看那个地上那些落叶啊、松针这些都没有被吹走，而且附近这些烟囱还有这些什么大棚啊这些都完好无损。你想，如果你说是夏季暴流，怎么可能？我那个暴流是夏季的话，这方向性很明确。那为什么是中间的树干断了，而它地上这个落叶层没有动？有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龙卷风。那么它才会造成这局部的这么一个片区，它有这个现象，而不是说整个这么一大片的这个树林都被这样拦腰折断了，它只会这一片被折断了，另外一片也被折断了。那这个自然的一些事情，现在我们很多我们是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更不可能了，因为贵州是一个山区嘛，而且它的这个气象历史的记载上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龙卷风这类极端天气出现过。这个龙卷风它有可能有其他一种形式啊，或者说我们就没有见过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自然现象，我们自己也没有见过，很多专家也解释不清楚到底
到底这是什么。但是我们在刚才那个资料片里也看到了，就当时的这一片就发生这个景象的这个地面啊，都有明显的那种被烧焦的这个痕迹。就是如果刚才之前我们讲到的其实都是和风有关的自然现象的话，它为什么会产生有火的这种迹象呢？我觉得烧焦痕迹就是 UFO 着陆的时候它的动力系统或者是它的那个高分外壳所造成的，就这么简单。没有你说的那么玄乎的。那那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时专家就说这是有可能是一个这个滚雷，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滚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那些目击者所听到的那种很巨大的而且很持续的声音，它是不可能造成的？我想这只能是一种动力系统引起的，而且他所说的这个什么夏季暴流，还有这种雷电嘛，这个本来发生的概率就比较小，而且二者同时发生概率，我觉得更是微乎其微。那么这一切除了用 UFO 的这种学说来解释之外，我觉得找不到更合适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杜拉营车辆厂的这个调查，是不是让你更坚定了你自己的这些猜想？对，是的，而且我觉得种种证据就表明了我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个空中怪车这个就是由 UFO 造成的，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夏季暴流那些东西造成的。因为我想就是这 UFO 它这个就是在着陆啊，还有这个近地飞行或者悬停的时候，它所喷射出那些气流，造成的这些现场。小叶你同意吗？但是这一次的场景跟上一次不一样，物体也不一样，你觉得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这还是应该有这个自然的这个力量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像那个说的这里面说的那个那个火车被推动的这个事情，我记得是在前2年吧，是在内蒙古还是在这个新疆，就曾经也就发生过这个大风把这个整列火车给刮翻的一个事情。那这也说明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是无法预测它的。大自然这么大的这种巨大力量是存在，我也不否认。但你说只发生了一个局部这种东西，我想我不能接受。你说一个大自然力量只发生这么小的一个局部，怎么可能呢？而且把车刮走了，把钢管吹断了，但是那个钢管上面的石棉瓦却没有被吹走，这个我想无法解释吧。它的这个顶棚都依然还在。对，但是下面的这个钢管就切断了。但是下面的钢管确实被切断了。对。你觉得如果是风的话，这种现象它应该整个现场都一片狼藉了。做不到这种状况。那在这一次这个整个调查当中啊，包括在杜拉营车辆厂还有一些目击者，但是同样跟上次一样，他们没有办法给出你的遭遇一个解释。对，没有给，这一点我也是比较遗憾的。除了巨大的破坏现场，在都西林场还流传着一个诡异的传说。空中怪车事件发生后，这里的5位目击者竟有2人遭遇车祸离开了人世，剩下的也都染上顽疾。还有个他现在是终身瘫痪了，成植物人了，前面有糖尿病，还有我也是糖尿病。这事情呢，有的东西出得很离奇，就这回事。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潘晓松所画下的那些符号的含义，靳复和却没能给出任何的解释。你有没有就是对目击过后有没有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历，或者说梦到过什么，或者看到过什么？有没有过？对，有没有过？没有。没有是吧？没看到过。就不管不是这些，就是有一丁点符号都可以。没发现过。就是和你在这个目击事件之前的生活有没有不一样的那个地方？没有，也没做过梦，也没发现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这一切正常。你的生活一直都很正常，对吧？我的生活倒是基本上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在那个事情之后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对吧？好的，那对于当地的这个村民的这样的一个传说，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这并非偶然，因为你想那么多年以前，而且在贵州那个地方就很地广人稀的，而人也少，车也少，但是目击者却接二连三的发生车祸。这个按概率来说也非常的小，所以我觉得这二者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觉得他把这个车祸这些现象和这个 UFO 联系起来，这个很牵强，因为车祸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现象，只是说这个车祸发生在了刚好碰巧发生在他们2个人的身上，这个体现的就比较集中罢了。那你像说的生病这样，他们那俩在这些目击者又不像你一样，就是见过这个 UFO， 像你说的一样见过 UFO 就做一样的梦，他们也仅此而已。他虽然不和我一样做这种同样的梦，但是
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毕竟我们都是这个 UFO 的目击者。然后我们这身上所产生的东西，也许可以归为一种叫后遗症的这种东西，可以说是后遗症吧。所以我就想探究这个里边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我想弄清楚。那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我觉得你更不应该去继续的纠结下去了。那你再纠缠这个事情的话，那照他们的发展，那其实后果那你都是很危险的。如果按你这样说，去不去研究都会产生危险，那我何不如我现在要把它研究清楚，如果能避开呢，这不更好吗？我是这么想的。好，我们先不争论这个啊，我们可能更多的再去关心一下，就这个事件的一些目击者能否给你一些帮助，但是他们对于你所说的梦境，包括那些符号，但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些解释，你怎么看呢？我想这也许说我们遭遇的不是同一类型的 UFO 吧。况且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也许有遗忘的部分。而且加上他们可能这个受文化教育程度不是太高。所以对这个文字啊、符号这类东西不是特别的敏感，也许在那时候就错过了，这个都说不准的。通过对目击者的走访，我们大致的了解了空中怪车事件的方方面面，但对于那些符号的含义，那些目击者却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些回答让潘晓松深感失望，但很快一段关于孟兆国的视频又让他倍感兴奋。在那段视频中，我们了解到孟兆国不仅遭遇了 UFO， 还丧失了语言能力，但此时他却画下了许多奇怪的符号。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符号竟然和潘晓松画下的符号惊人的相似。相隔10多年的时间，两个相距千里的 UFO 目击者却画下了如此相似的符号，这只能说明一种可能，那就是孟兆国先前的 UFO 接触不应该是一个谎言，而他们所目击的极有可能是同一类 UFO。于是记者和潘晓松再次赶往哈尔滨，可孟兆国会接受记者的采访吗？一连几天，记者都联系不上孟兆国本人。最后，记者找到了孟兆国的一位朋友，在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向我们道出了孟兆国的为难之处。以前在电视台做过几次节目，我说现在的话，人们都议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他成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些笑柄，所以说他不太愿意。就对他比较厌倦这个事儿。对。得知情况后，记者便委托那位朋友将画有符号的课本带给孟兆国。而面对似曾相识的符号，孟兆国是否愿意给潘晓松一个解答？而那些符号的含义又能否真正解开？就在第二天，在看过了潘晓松所画下的符号后，记者接到了孟兆国打来的电话。您是江苏电视台的吗？请问您是孟老师是吗？对对对，啊，你想采访我吗？哎，对，没问题，这个事情没问题，您过来吧。孟兆国说自己虽然愿意见面，但因为工作原因还要等一段时间。而在哈尔滨市，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不明飞行物的教授，他也许能够解答潘晓松心中的疑问。今天陈功富教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有请他上场，有请。你好，陈教授，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陈教授，对于潘晓松所说的他目击到这样一个不明的飞行物，你是怎么看的？根据我这么多年研究的资料表明啊，他接触这个很可能就是飞碟。但你确定他看到的就是飞碟？就是 UFO 啊，这是没问题，就是 UFO 这是肯定的。那在这之后，其实潘晓松就有一连串的反应，包括他的梦境啊，他看到的那些符号啊，就这些都已经很大程度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你觉得他做的这些梦和梦到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说明什么？他这种梦呢，就是他在看到这个所谓 UFO 以后啊，他这个生理上受到刺激以后呢，我们专业里头有时候就管它叫做开天梦。开了天梦以后呢，那他就能够收到这些个宇宙来的波，这个波我们管它叫全息波。那么这个波里边是含有信息的，
就是他梦境里看那些东西，很可能是这种波传导的东西。这种现象不管是他，小松有这个现象，其他人很多都有。有很多这样的人吗？很多。这个，目前来讲，在咱们东北啊，黑龙江找个10个20个不稀奇。